电动车呢，有机会来开看看，但是会让你很难忘记，只有2个人的座位，非常棒。到了第2个的时候，司机会按喇叭，按喇叭的时候大家记得哈，就是大家一起喊。谁要是做了坏事，或者说是犯了忌的话呢，处罚就在这个地方，用这个铁圈把人的脖子锁起来以后呢，在这个地方晒太阳。哎呦，我已经。被誉为峡湾之王的唢呐峡湾观光船呢，我们现在坐在这个观光船上面呢，开始游览这个峡湾哦。这个唢呐峡湾形成原因呢，过了万年前的冰河啊，你刷叮当的时阵呢，经过过了冬，将这个山谷对下骹安尼甲切落了呢，变成一个 U 型的特殊地形哦。啊，即马较想要大家无啥你看啥，无啥你看峡湾敢是啊？你拢咧创啊哈，拢咧起礁啊哈，海鸥啦。那这个峡湾呢是叫唢呐峡湾，那唢呐峡湾分支呢，纳柔伊峡湾呢，还有一个盖朗格峡湾。那这些呢都被列为联合国的那个世界文化啊自然遗产。那来到这边，当然我觉得重点就是起婚礁啊，起这个海鸥啦，卡莫妹啊。那这卡莫妹呢，船啊来，好，伊就对你飞过来哦，所以你哪会使哈，会在对这个饭店内底哈，撒一寡胖出来，啊，撒只胖出来了呢，你就会使当家饲哈。当然啦，撒一寡就好啊哈，比如粉椒啊，食唔通规批啊拢胖出来。美丽的首格纳峡湾呐，太阳出来了，太棒了，赞啊！有太阳的首格，然后就是这样子啦，你看，对不对？美不美？美。要来了，大家都要来啦！个最长的隧道，这个在最长的隧道呢，就是说一共有3个这个蓝色的灯，也就是说我说的这个环岛一样哈，它中间有灯，
然后呢，这个司机呢会开到第2个环岛的地方呢，他会按一下喇叭，然后大家一起说上啊，迈上啊，或者是嗨上啊，嗨上啊，大家都记得哈，嗨上，是喊，嗨上，来大家试一下，嗨上，嗨上，嗨上，好。嗨上，这个很重要啊，大家要一起啊。他司机讲的，来，阿妈讲英文啊，来，阿公嘛讲英文啊。这个他按喇叭的时候，大家一起跟着喊啊，嗨上，嗨上，对，这样的话呢。那到了第2个的时候，司机会按喇叭。按喇叭的时候，大家记得哈，就是大家一起喊。然后，等一下，Very good. Now we only have to pray so we don't eat dust before we get out. Okay. How we get out on the other side. 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就说要出这个隧道的时候，大家可以许愿啊，给自己许愿这一段，mountain. There you have this water. The water there is so green that it's so beautiful. Yes. So if you have the chance to go that way sometime, do that because it's very beautiful. 这条拄着的司机都袂歹哈，这个司机边开车边给我介绍附近的风景，而且呢，甚至讲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精灵的故事，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峡湾的游览过程当中呢，我们现在又要上船喽。这个是渡轮哦，我们坐渡轮呢，游览这大大小小当中的峡湾呢。下来哈，我们看到的这个雪的颜色已经变成了棕色，甚至是泥土色了哈。那就是说，这个本来的话呢，有另外一种。这道旅游路线较无讲哦，咱这道呢走入比较深度的这一个唢呐峡湾，还有呢挪威的其他的峡湾之旅。当然呢，我们这一趟也有一个去了很特别的地方，叫做冰岛。所以这岛咱的规个北澳行程呢，当然就不太一样，而且也实现了小王每一次说的这个理想，希望呢，每一道的行程呢都能够做一些小小的变化，或者是不一样的做法，和所有台湾的观众朋友呢，拢会使看到无同款的风景。咱即马对唢呐峡湾离开了呢，一路啦，开始行向另外一个行程啊。那当然，咱对罗恩这个地方来，当然就会看到的盖朗格峡湾。要前往盖朗格峡湾，也要前往这个布里斯达冰河。约斯达冰河的分支，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其他的冰河啊，那规个路线呢，还有约斯达冰河国家公园哦，这个是我们沿路会经过的哦。这个北欧这条路线呢，没什么好说的，风景点除了美还是美，但是它的路程啊，开车的路线较长，那平均呢一段路拢要2-3点钟啊，所以这有当时你若较长线的路线有当时要注意你若平均1点钟1.5点钟要上厕所的，有时候呢，你看到那种3-4点钟的路程，你真的要考虑。像这种有当下路上呢，它没有很多的本数。你讲你停路边，你要绑，你要安怎绑啊？有的人讲凊彩当路边绑的好啊，那这很难说哦。每一个国家的风土民情不一样，所以这有当下
今天不短暂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不要把你个人的习性要套在旅游团体上面，这是很自私的你看，这架车选到很苦，他因为挡住了这条路啊，这架车挡掉这条路，所以沿路其实退足长的我只是翕一点点而已，这就是北欧的人人民的生活水准、教育，尤其是教育人民的素质不是一天你就能够造成的，这是长年累月人民的素养才能够导致成今天像北欧这先进的国家，甚至呢这个国家接受难民的一个国家，所有的难民进入北欧，北欧它是不拒绝的只要你拥有难民的身份，这在很多的国家都是做不到。所以不管是人道啦，不管是环保啦，不管是先进啦，不管是所谓的社福啊，北欧都是上上之选。那我们一路上走的路线呢，都是这样子的风景线还好这一团呢，大家都很争气首先我跟大家讲水卖啉伤济，咖啡卖啉伤济是哪沿路上无什么便所通上你若安尼一直有的人就这样呢，五便所但出国的时阵呢，伊个不爱吃他不控制他自己的饮食，看了物件，看了水呢硬啉，无啦，医生讲叫我一定哎，逐工拢爱补充水分啊，无咧帮我吹打死的哇，这种观念有时候我们是很难沟通，因为你出门在外，很多时候是不方便的，尤其是跟我团体那我们现在呢，继续在游览这一个峡湾路线呢。那我们所游览的这个峡湾路线呢，在这边可能也要特别跟大家讲，峡湾地形很独特，在地球上的峡湾非常少的国家，听说纽西兰也有不是听说，纽西兰也有，很多国家都有，但是到了挪威你才会知道，挪威的峡湾呢真是堪称一等一啊。还有另外哪一个地方，南美洲的峡湾也是很不得了的。峡湾当中呢，峡湾又像湾，湾中又有峡，峡中又有湾，弯来弯去每一个刷呢，因为峡湾来的景色呢，就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漂亮了。所以来到挪威的游客几乎都会来到这一座峡湾，这里的峡湾来去旅游。我们又要做这个游览渡船了在这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比较深入挪威的内部，所以呢，咱过程当中真这个渡轮不断经过这个峡湾大大小小的支流，一路上一直走，就是经过这些支流，渡轮一直航行，让你有看不完的景色。我常觉得很奇怪，世界各国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景色，不同的风情，你跟着不同的人出来玩，对吧？每一次的感受都不一样。常常有的人会喜欢拿 A 行程跟 B 行程比，哇，那你都去 A， 你讲这个 A 国家跟 B 国家好啊？你干嘛讲 A 国家 B 国家？所以那英文你得去 A 国家的好啊。有的人出国旅游，他不懂得去享受这个国家这个美丽的风景，带给他不同的人生震撼跟体验那你会少了一点点的感觉，少了一点点的机会去深入去体会这个国家带给你的美好。请面包请小鸟来，一样不来啊。讲伊的啦，那我讲话的你还。这想要记。哎呦，我已经。对吧？卡一个水去啊，大个。你会较细地啊？哇，是我较细汉，还是我较细地啊？有无？这卡猫妹你甲看咱
沿路上一直坐这渡轮啊，这渡轮沿路海叫一直过来，所以呢，我首先一直甲大家讲餐厅若有这个面包的话咱会使炸一寡伫身躯但是莫炸伤济啦歹看足歹看所以呢，有当时呢，有的人讲我咧交钱，我想咱袂使炸尽逐个人拢炸一粒规团拢炸，规批拢炸了所以这就是用家己的想法去想代志。咱当然有当时讲炸一粒面包出来，我感觉不是说很离谱的事情啦。每一个人想法不一样有人可能干嘛连一粒面包都袂使炸。那我个人是觉得说，有时候不要，就是我们应该要在合理范围之内去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比较 OK 但我比较担心的是，有的人会带很多的东西出来那你从餐厅带很多的东西出来，很多人会认为说，我花了钱，我为什么不能带？当然，你花了钱是可以带但是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带的时候呢，那这餐厅会被搬空的。当然，我也曾经遇过有人说我刚刚看又没有人我做这人渣，看到我这人渣呢，又是无言有一寡代志解说是没路用的你再怎么讲，也想法是安尼你无法度改变某一部分的人的想法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很特别的地方你们看着吧。这个是在这个峡湾当中这边的电动小车。那我们现在呢，就开这个电动小车呢，去逛这一个市区。那这个电动小车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灯很特别。然后呢，开了之后呢，它有弹式盖 ，but no seat fasten seat belt。扣住以后呢，然后呢，你就发动了它，然后再按这一个，它就可以开走。OK。Von den Treppen aus hat man die beste Aussicht der Welt. Und das ist auch der Grund, warum hier so viele Leute heiraten. 在这个挪威越来越多的很进步的方式呢，可以让我们来这边旅游，像开这种电动车，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选择。电动车呢，有机会来开看看，但是会让你很难忘记，有2个人的座位，非常棒。我原本呢，对过来当前看到这种小轿车的第一台，我就足欢喜的。这电动的伊的人不是坐在你后边边是前后坐那奥托拜
对这架车呢，雷诺的这架车呢，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但是重点来啊，我原本想讲吼，看大家真介意吼，走去山顶租这架车，开这架车要来吼，互大家翕相，互大家试开。我哩咧想知影这个车开来了后呢，小流煞甲所有的人带你去峡湾的另外一边边，你欣赏风景啊。我开落来时找无半个人啊，不要紧啊吼，上少翕起来吼，翕起来吼，互大家了解这架电动车在挪威的环保哦。在节目上介绍的当然跟现场介绍的不太一样了哈。在节目上，有的人常讲说，小王你很丢介绍盖，在这个节目当中介绍无讲，为什么？电视上有教育的功能啊，有一些那个话呢，它在这个电视上是不太好啊，不太方便去开玩笑的哈。所以这个有时候大家不太了解哈。那我们现在呢，继续看这个峡湾今天的行程哈，完全又跟冰岛走向不一样的行程哦。继续看着哦。我们从盖兰格峡湾的这个观景台看到我从远的地方拍过去哈，这条就是有名的，今摆开始要行的是有名的黄金路线，其中一条叫做老鹰之路。老鹰之路呢，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上面呢可以看到盖兰格峡湾啊，很漂亮啊，真的很漂亮啊。黄金之路呢，最精华的呢，也就是在于老鹰之路到精灵之路这一段路程哦，那一路再走回到里哈默尔这个地方哦。那我们现在呢，一路上呢就可以这样子走。那我们刚刚从老鹰之路的顶端有一个观景台，看到这个盖兰格峡湾。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回去哈。那这中途呢，我们也会穿过冰原，甚至呢，等一下我们还有再去另外一个冰原去游览。所以今天的路线呢，其实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丰富哈。黄金路线是黄金作战吗？不是，应该的是什么呢？动物的黄金嘛，不是哈。黄金路线艺术的啥？这条路线，但挪威堪称是最赞、最漂亮的风景线之一啊。所以在很多的旅游杂志呢，把这一条路线呢称为黄金之路。尤其是我们来到了精灵之路之后呢，我们将看到弯弯曲曲的法甲湾。这个时间来呢，哇，冰都还没有融化，但是这个气候非常的棒哦。可惜啊，今天在下雨啦。但是一样啊，落雨叫熊来个翕哦，就是呢精灵之路的壮观的看不到啊。这个精灵之路呢，总共有11个超猛的这个法甲湾哈，什么叫做法甲湾？等它法甲那种弯弯翘翘哈，这就是精灵之路啊。这是精灵之路上盖水的一个所在，从精灵之路、黄金路线的老鹰之路，带到这个盖朗格峡湾，哇，这一条路线呢，真的是可以算是整个挪威最精彩、最棒的行程了。来到这边，你就会知道，这个必须要走到比较深度的挪威的内部，你才可以看得到哈。尤其是走到了11个 Z 字形的弯路呢，一路从山脚上呢下蜿蜒到山顶了。那基本上咱这个观景台在看。是咱看呢，但是其实呢，咱等的其实会开这路线落去今麦来到海拔800几公尺的观点啊。
到路边啊，所有人要行过呢，绕道而行哦，或者是站到这个冰的上面去啊。这旁边呢，我们俗称精灵之路或者是老鹰之路都 OK 哦。你可以看到这些石头啊，在台湾呢，一来贴起来哈，代表的是什么？叠石头叠起来之后呢，当然可以让你心想事成哦。当家这个传水哦，那好多头前冇听到啊，我们说 Hi Song， 就是在呼唤着精灵带给我们的好运。有看到无？这个声吼，走到边仔来啊，这一定是5月中下旬啊。基本上当北欧这个黄金时段呢，对5月中旬开始哈，一直到7月底啦，8月初应该拢会使算是北欧这个所在黄金时间吼这个时间呢，真侪这个游轮啊，真侪所谓观光客啦，拢开始来，因为到6月份的第3礼拜，因为仲夏季，迄天是规年烫天日头上盖长的时间。当然啦，你越往北边走哦，越进入北极圈，你越可以感受到日不落的感受哦。这个就是为何夏季来到北欧。很多人说，那冬天来北欧好不好玩？我告诉你啊，冬天北欧很好玩，只是没有人敢来啦啊！为什么啊？中老年人惊寒，一般冬天拢是这个少年来。有人讲北欧的冬天是不是冰天雪地？其实你错了，没有那么冷。但北欧的冬天呢，峡湾部分有的地方是可以让你去看的，那个路线景观完全不同。当然它内陆是很冷啊，但是很多的峡湾地形是不会。你看前面有没有看到不？这里我们现在在这一条路线上呢，精灵之路，你看很多的这种观景台一样的痛出来啊。其实这里有它的一个英文名称，我忘记叫什么名称，但是我们要看的就是底下的这一个峡湾，我睡吧。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而这一个呢，弯弯曲曲的，你看看，跟有一个地方很像中国，叫做张家界的天门山，有没有？沿的楼上就是长这个样子。当然，这边的峡谷地形更为壮阔啊，尤其是这边的海拔跟纬度很高，所以它带来的风景点就完全的截然不同。但是从上往下俯瞰呢，其实它跟张家界的天门山的这个路线是非常非常像的哈，一样啊，都很漂亮。一个在澳洲，一个在中国，但无啥小共款尔。有看到无吼？这雪吼落了真粗，但是呢5月份哦，在山顶呢，6月份、7月份当下，在这个北欧的山顶呢，佫会使拄到哈3不5时落一寡雪哈，但是都很快就融化掉，也很快就结束掉了。那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黄金路线，从老鹰之路到精灵之路呢，真棒，真漂亮啊！这个。有机会可以深入一下北欧啊。当然北欧的旅游有很多，有人喜欢北欧走多国之旅跟其他邻近的这个国家呢拢行的有的人呢就喜欢走定点之旅啦比较深度的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宾利的车子，我们刚好来到这边遇到了宾利车队来到这边。来哦，我们现在将前往另外一个挑战了。有的人讲这假扣啊我不喜欢说这假扣应该是说我们将要去探险了。咱来的时间都要拄到啥？拄到落雨这个17天啊，没有每一天都出太阳啊，没有关系这一团的大哥大姐呢，太赞了！哇，好马清所有的御寒衣物清行路较慢呢少年呢年岁大拢有这会坐上这个车，准备来探究我们现在要前往的约斯达冰河。那这个其实有点冷为什么？因为下雨嘛，尤其是到这个冰河点的时候，哇，这个风之大
那我们现在从这边走的是布里克斯达冰河，是约斯达冰河的手背啊痛出来的地方。那我们从这个约斯达冰河最受欢迎的景点呢，开始游览哦。对这个来的开始讲里面，我们准备去看什么冰蛇啊，冰河的最前头啊。这沿路上呢，我们就坐了这个他们叫做精灵电动车，看到没有？大概头拢给哈。为什么？因为雨啊，一直破你这个民宾馆了。哇，这个又是露天的，你能怎么办呢？有的人可能会跟你讲啊，你这在促销，你要想办法啦。哇，天哪哈！我就常讲哦，很多人出国旅游真的，这个台湾人是什么都好哈，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是观念都转不过来啊。我在现场就有听到很多人说啊，这热河是要安怎坐啦？不是我们这团的，别团的这热河是要安怎坐啊？这唔得想办法的你叫这个商家呢去把它大爆棚起来，人家哪理你啊？对，这个都坐起来，做了火冒喷了的照啊！那谁还做这种事啊？那当然就很多人。就可能去抱怨了，说啊，那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对啊，这种每样走啦这个观光客来了你要想办法啦这没赛啦，没通啦，哇，你来这边住，你来这边开这个精灵电动车好了这个我就说过了嘛，不能任何事情用我们的思考方式去想所以我在现场看到了别的人去这样讲的时候，心里面蛮难受的也蛮难过的，心里面想说为何要这样子人总是很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变别人那他的方式好还好，那方式不好又要改变别人，就会觉得很难受。这早期呢，上早期没有电动车型是坐马车现在那是坐电动车慢慢悄悄行起来，路上会使听一挂水声，但是呢，我出动了我的小型运动摄影机开始录影因为这个风雨一直闪，摄影机根本都无法度翕那这沿路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融合的冰河水。大概嘛是他妈蛋你所以这真正人的想呢你要不要去做而已你自己连老都没法度人一定会老你别怕老，但是呢，你可以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年轻探究不了世界，没有办法探索世界，必须到现在来探索，那也不嫌晚啊，对不对？这个看你何时要去做永远不嫌晚。那我们现在来到冰河的前端，但是没想到来到冰河的前端呢，简直就是风雨交加天哪，这个风透干哇，大家真的在这边实在是东倒西歪了但是呢，每一个人还是拍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这个就是心态很好心态很好。你看Uber这个就是心态很好心态很好，大家才会这样子。心态如果不好的时候呢，大家看到这个美景呢，光这个下雨就骂了一直骂不方便那这样子的人呢，我觉得你不要走那么远的地方，你最好在附近在台湾附近的国家简简单单的走一走，比较不会那么辛苦，也比较符合你的需求。那这一段冰河路线呢，真是不得了，冰河切割两岸的岩石呢，我们一路下来呢都可以看得到这几年地球暖化越来越严重，冰河呢正在每年以 1.5 公尺的速度呢一直在往后退缩当中。
看，这是我们的女驾驶哈。我们看完了冰河，继续靠着风哈，一路呢在坐着精灵车子。你看，大概架配唔是呢？架这个是什么？架的摊啊哈，就把你的脚盖起来啊，把你的脚盖起来。咱 N 呢开车啊，继续坐精灵车回去哦。现在离开了挪威的峡湾地形哦，这个美丽的峡湾呢，我们离开之后呢，开始走向另外一波的高潮喽。我们现在来到里汉莫尔冬季奥运滑雪跳台哦，这个滑雪跳台是咱亚洲足少看到，这就是对顶管撸来了呢这个热身的时阵撸来了呢跳出去看像跳康啊，这就是滑雪跳台啊，这真正较少看到。奥运会场看很多，滑雪的比较少。来，这个刚刚有看到那个，就是冬季奥运火把的地方哦，火把的地方有没有看到一个火把哦？那细看这个草坪啊，它其实那个草非常的长哦，不是种草啊。它是下雪的时候呢，让它覆盖。有没有看到啊？这东西薄厚哦，就得坡道哦，让冬季来临的时候呢，它能够再有雪在上面，有造雪机呢，把雪打到这个上面呢，然后再做一个冬季可以去旅游的游览的一个方式。来，那我们现在来看到的这个露天博物馆呢，是很特别的露天博物馆，因为这些教堂只有来到挪威这个地方，你才可以看得到。最早挪威原住民他们所在祷告的这个教堂呢，它的造型呢完完全全都是不一样的。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你看有没有看到它这个教堂顶管的造型的完全都不相同了，专属于挪威的教堂。我们先来看看吧。Might have done something bad. They would stand here and this around their neck, and it was really not good to stand here once for life. 这个原来的话呢，只要是做了坏事或者说是犯了罪的话呢，处罚就在这个地方，用这个铁圈把人的脖子锁起来以后呢，在这个地方晒太阳。And people would stand around him and maybe throw some stones at him. 法華人哦，我在這派大字哦。Here on this side, also on the back side, and we got that also on this side. The steps again, no? 欢迎大家到教堂来参观啊。那我们刚才在外面看到的这个，它的这个木结构的这个建筑结构，那我们到底Well, this church got this cross form, right? 在教堂的中间，大家也能看到，它的布置的话，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树，那么它的这个教堂呢。